绍这一次公司提供的防疫组合包，啊，里面三样的一个消毒的工具，好。那第一样是这个雾化枪，好，雾化枪，哦，那雾化枪的使用方式呢，先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它这边呢，我们使用前呢要充电，它是用 USB 的那个充电孔在这边，哦，那它里面有附一条 USB 的充电线，那我们把它充饱以后呢，我们再来做后续的使用。再来呢，这是药瓶，好，药瓶的部分呢，我们是搭配这次公司的组合呢，我们是使用次氯酸水，哦，那我们不建议用酒精，因为有可能啊，这个酒精在喷洒的时候啊会产生危险。那再来，因为这个容器啊的材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不适合装这种溶剂类的一个消毒药剂，所以说公司的搭配组合里面装的是次氯酸水，那在这边有一个按钮旋钮，可以调整所谓的我们就是药剂喷射出来的压力，大小，那开关是这一个这个扳机这里，开关是这里，开关是这个扳机，那我们只要这边按一下，它就启动，压力大小，小，最强，关掉，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当然使用前充电，填充消毒药水，填充消毒药水。那因为本身我们公司使用的是次氯酸水，所以呢，我们建议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药瓶上面做一个包覆的动作，让它不要跟阳光、紫外线接触，避免我们的药剂呢效力减低，还原成水，那我在现场有看过其他的同事或是其他的部门同仁，他们用黑色的那个电气胶带把它那个包覆，那也有看到用黑色的一个塑胶纸或是袋子把它包起来。那我刚好我是有刚好找到一个小的这个不织布黑色的袋子可以把它套进去。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蛮方便的。这样子，这样子，跟阳光把它阻绝开来，我们这样子避免它里面的药剂还原，保持它应该有的杀菌的效力。再来呢是这一个第二样工具，就是比较小型的压力喷壶，那它的原理呢，就是说我们经由这个把手把空气加压到这个压力瓶身里面，那就空气的压缩的压力把这药剂打出去，这跟我们在浇花的起始喷瓶其实也是应该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把它应用在做一个环境的消毒。那一样使用时候呢，把它打开，我们把它打开，那有这个地方呢，装填这个次氯酸水，装填这次氯酸水。那我们建议水这个容量的高度大概装个7分满，7分满左右，不建议装到满，因为我们要留一点空气压缩的空间，所以我们装到大概7分满就可以了。那我事先已经有填装进去了。那装填好以后呢，我们把它上紧，对，这时候我们开始做下压。大概打个20下，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帮浦有阻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扳机试看看，有了，那效果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可以调它的雾化程度，水柱、水雾，水雾。那建议把它调成水雾啦，因为我们在消毒的时候因为它打出去的面积比较大，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效率会比较高。在处理包裹邮件啊，用这支小喷壶来讲的话是蛮好用的，比较方便或者是近距离啦，一个小区域的一个消毒啊，它都可以应用得上。那它这边呢比较特殊，它这边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的作用就是说，当我们中途要填充药剂，或者是说我们要做清洗的时候啊，这个因为里面有压力，所以我们盖子很难打开。那我们需要把里面的压力卸掉，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泄压阀呢，透过这个泄压阀把它压力放掉。所以说呢，我示范给大家看。把压力放掉以后，这个打开就很好打开了，就不会因为压力的关系很紧。那它有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喷头啦。另外这一组呢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压力筒，比较大型，它的容量比较大，它是5公升，它是一个组合是这样子，然后它有个背带。非常的方便，那它这一个压力筒的构造跟小的是完全一样，它是放大，它容量比较大，它可以装到5公升。那它怎么填装呢？怎么填装？我们需把这只把手呢，逆时针方向，把这只帮浦呢打开。转开，转开，那它药剂填充就是从这个洞，把药剂灌进去，灌进去。那我们一样建议我们加到4公升这边就好了，4.5、4公升都可以，7分满左右。那加好呢，这是加压帮浦，锁回去。好，锁回去以后呢，透过这支加压帮浦，大概打个20下左右。那它这边有一个压力表，大概是打到1公斤左右，一个巴，它单位是巴，大概这边打到1，那我们可以试看看它的喷雾的效果。有了它喷雾效果就是这样。因为它容量比较大，它工作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如果说我们要做我们的不管是环境啦，像垃圾间、资源回收区，垃圾桶，男女厕所，都可以用这一支来做。甚至于比较大的公共环境的话，如果说我们需要比较大面积或者是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就用这支压力筒来做，来做一个消毒喷洒的一个作用的使用啊。那一样在它这个压力筒一样，它的泄压阀是在这里，它的泄压阀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要打开从填充的时候或清洗的时候，也是要从这边泄压。
哦，把压力放掉，然后呢，这个压力表掉下来，哦，归零了，哦，它里面没有压力，我们再打开会比较好打开，哦，我们再打开会比较好打开。那基本上它使用都是大同小异。那有一些筒子哈，它没有这个表，哦，但是我们做的动作都是一样，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那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它们的使用方式。